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Vivian， 每天为大家带来最新最前沿的人工智能动态和深度解读。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 AI 热点吧。最新数据显示，英伟达的 Blackwell 芯片在训练 AI 系统方面速度更快，这些芯片的速度是上一代 Hopper 芯片的2倍多。在测试中，2496块 Blackwell 芯片在27分钟内完成了一项训练任务。CoreWeave 的 Chetan Kapoor 指出，使用更小的芯片组进行 AI 训练的趋势正在兴起。NVIDIA 又秀肌肉了，但咱别光盯着它。DeepSeek 用更少芯片做出能打模型，说明算力内卷之外，算法和架构优化才是破局点。而且小芯片串联这玩法，可能让中小企业也能凑凑合合搞 AI 训练，不用非得砸钱买顶级芯片。不过 NVIDIA 的软件生态还是硬骨头，短期内别家想追上，除了硬件，还得在软件站上下功夫。就看 AMD 和国内厂商能不能在生态上撕开口子，不然光硬件厉害也玩不转 AI 这盘大棋。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推出了一款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 Elsa， 旨在提高效率。Elsa 帮助员工完成科学评审和基本操作等任务。FDA 表示， Elsa 的训练并未使用受监管行业的数据。Elsa 可以帮助员工阅读、撰写和总结信息。它目前已用于加快临床方案评审和确定检查目标。FDA 计划在整个机构范围内推广 Elsa 的使用。FDA 这步棋挺猛，提前上线还省钱，说明对技术有信心。但医疗可不是闹着玩的，生成式 AI 爱胡编，要是评审新药时瞎输出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虽然数据存在保密云里，安全这块做足了，但幻觉问题必须死磕，人工审核绝不能撤。另外 FDA 之前还裁员，现在上 AI， 员工会不会慌？好在 Elsa 是辅助干活，不是抢饭碗，也算给职场提效打个样。总之，政府拥抱 AI 是趋势，但得踩稳刹车。创新要快，风险要防，毕竟关乎人命关天的事儿呢。AMD 收购了 AI 软件初创公司 Bridgem， 已在 AI 硬件领域挑战英伟达。Bridgem 帮助 AI 软件在不同的硬件上运行，即使这些硬件并非为这些硬件设计， AMD 希望支持开发者，并创建一个开放的 AI 系统。Bridgem 的旧博客文章指出了业界对英伟达的依赖。AMD 在2年内收购了包括 Mipsology、Node AI 和 Silo AI 在内的4家公司，以构建其 AI 能力。AMD 这步棋挺聪明，英伟达的 AI 帝国看似牢不可破，实则软件锁死成了双刃剑。举个例子，很多开发者不是不想用 AMD 卡，而是重写 CUDA 代码成本太高，就像让司机放弃自动挡改开手动挡。Bridgem 的价值就是给 AMD 卡装个智能变速箱，让老司机不用换挡也能开得溜。但挑战也不小，英伟达用了10年培养 CUDA 开发者社区， AMD 靠收购堆技术容易，堆人气难。比如游戏显卡领域， AMD 驱动曾因积雪优化被调侃，现在 AI 领域更需要长期稳定的生态建设。另外，中国市场的定制化，如 M00X 需要本地化软件适配， Bridgem 的跨平台能力正好派上用场。这可能也是 AMD 赶在净利润暴跌 94% 时继续压住软件的原因。硬件卖不动，就靠软件绑住客户。总体看，这不是简单的技术收购，而是 AMD 向英伟达生态宣战的信号弹，成不成？就看未来2年
能不能让开发者喊出那句 AMD 的 AI 软件真香？如果您对人工智能充满好奇，想要及时了解这个正在重塑我们生活的科技领域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